来到重庆科技馆。这个科技馆总共分为4层，每层楼都有不同的主题。那除了可以在这里了解科技的知识之外呢，最重要的是，它这里有许多有趣的互动体验，可以让我们更简单明了地了解科技的奥妙。现在就马上带大家进去体验，走。重庆科技馆坐落在重庆市中心，它位在长江跟嘉陵江交汇处江北嘴中央商务区的核心地带。这里以生活、社会创新为展示主题，透过科教展览、科学实验、科技培训等形式，向大众进行科普教育活动。我们现在来到基础科学厅，这里呢有很多可以体验的项目。那我刚才看到第一个东西叫做弹射枪，我们就请辅导员来帮我们示范一下怎么使用。好，那我们这个弹射枪的话，你可以看到有2个球，我们现在通过这个绳子把这个大球拉起来。好，那么我只拉这么一点点高度，我们如果接下来释放这个大球，看看会发生什么现象呢？3、2、1。哎，打对了，刚刚打到小草鱼的头的位置，弟弟一样高。对，好，那接下来我如果再把它拉高一点点，拉到中间的位置，我们再试一次。这一次你觉得呢？我觉得中间应该会超过这个小弟弟的身高，会比刚才要高一些，高一些。那会不会超过这个管子的高度呢？我们试一下哈。好，3、2、1。哎，刚好在管子的位置，对吧？最高的可以让我试一下吗？好的，我来拉一个。最顶端的最高的挑战就交给你了哟！啊，你看，3、2、1，哇！我的小球一下子冲到了最顶端、最天上去了。这个的原理是因为压力的关系吗？有一点点压力的关系。当我们把这个大球拉起来的时候呢，当它释放的时候，它的空气的压力的势能呢就转换成了一个小球的功能。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的能量转换所导致这个小球给冲出去了。这其实是要让小朋友很简单的了解能量转换的概念。对，科学也可以很艺术的。那我看到的是什么？是人影，对不对？这个像不像一个老奶奶在看书？哎，好，中间的那个是一个少年。如果现在我让你来想一想的话，是真的有这样3个人在后面吗？还是？我是觉得他们长得特别精致啊，特别精致。我会觉得可能是什么指标，还是什么玩偶之类的指标或者是玩偶，对吧？是玩偶的道理吧？那接下来我们就到后面去看一看，到底是不是指标或者是玩偶呢？我们去看一下。好。我就觉得我答错了呢。好，那这边你来猜看看是什么？哇，这完全看不出来是什么呀，就是一堆铁，算是破铜烂铁吧。也可以这样说，其实是经过了很好的一个设计的，然后利用了这个光影的这个技术。知道，当我们把光开启了之后，然后呢，当光透过这个影子穿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很漂亮的影子了。它是经过很精密的设计，层层堆叠，然后变成那个形状的。对。哇！所以说这个展品的话，其实更像是我们的科技与艺术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合。那我们现在拿着这个地球要做什么？我问你个问题，如果我现在松手，它会怎么样？它会掉下去了。掉下去？好像是这样子的。答对了。好，那如果哈，我给你一个吹风机吹着这个球，你觉得会怎么样？吹风机吹它就被吹走了，被吹走了哈。那你看，在我的面前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风扇。对。那风真的很大。那我把它放在这里了哟，然后打到我们，看看会不会被吹走哈。如果被吹走的话，就朝着那个方向走，明白哈？那我准备松手了哟。好，3、2。为什么？哎，没有吹走不解，还为什么？对，为什么哈？在解答这个秘密之前，我们不妨先把另外2个也试一下。好，让你来挑战一下。来看我好怕它会掉下来。看看是我有这个能力，还是对，感觉复制一下它这个能力。哎，还有一个，我可以。有待加强。趣味的科学游戏，每个人都想试试。看我们现在离它这么远，这3个球还是稳稳的在这个地方，并没有被吹走，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它是我们科学园里面的一个叫做伯努利原理的知识。那
伯努利原理呢，就是我们的气流还有水流的时候，流速越快的地方，它的压力越小，那么它就会把我们的这个物体呢给压在中间。流速大的地方的话，压力更大，它们就是有这种相互的作用的。那比如说像我们的飞机能够飞起来，还有我们坐地铁的时候，为什么要保持安全的一个距离，都是和这个原理有关的。哦，包括家里的吸尘器，对对对，都是这些。就是这个原理其实是用在很多生活的细节部分，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原理而已。对对对，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地方都有，只是说我们平时没有去深入的去挖掘、去研究它。当我们去了解它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科学这么好玩。对，真的好好玩哦。来到重庆科技馆呢，可以拉近跟宇宙之间的距离。展馆的4楼是宇航科技展厅，当中各式各样的火箭能够带领人们探索宇宙，这里还可以进行太空体验呢。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宇航厅，这里是模拟外太空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它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构造。好，那我们这个宇航厅的话呢，首先可以看到我们身后有个金黄色的大球体，它呢代表的是我们的太阳。好，那太阳的旁边的话呢，还有一个灰色的球体呢，代表的是月球。好，那在我手指的那个方向呢，还有我们的地球。这样子呢，就构成了我们浩瀚的宇宙。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空间站了。那我们的科技馆呢，在这里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空间站，我们不妨进去看一看吧。好，这边，哇，空间站当中皆为仿真打造。门还蛮小的耶，这个空间站的大小是本来的大小。对，我们的这个空间站呢，就是根据真实的空间站的1:1的仿真来的。好，那走进这个空间站之后，你会发现地上有很多的栏杆，对，感觉并不是很方便我们行走，对吧？但是没有这个可是不行的。我们的宇航员他在外太空是失重状态下的，那么他是需要借助这些栏杆来在。旁边也很多栏杆。对对对对，借助这些栏杆，然后在我们的空间站里面来行走。眼前舷窗当中的宇宙画面营造出逼真的情景。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太空的育种。那我们从空间站带回来的南瓜长什么样子啊？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图像上面，它会比真实的南瓜要大很多。就在太空上面种的植物。对对对对对，宇航员他除了在做这些实验，我们更好奇的就是宇航员他们在空间站是怎么生活的，吃什么呀这些。那接下来我们到前面去看一看。好，前面就是生活舱。对对对。好，那在中间这个地方，你感觉哎，好像什么都没有。对，这个呢其实是一个过渡舱，就是说它其实有更多的舱体的一个连接，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因为只选了2个，所以说这些就空出来了。好，来咱们到生活舱看看。那宇航员在生活舱的话呢，你看这里他们是必须要长久的保持他们的体能的，所以说这里是有健身房。对对对对。那你看这个地方视频当中正好呢就是我们的宇航员他在做运动。它其实是需要整个身体都绑在这个架上。对对对对。那么不仅如此，他睡觉他也是要绑着的。你看这个地方，哇，可以试一下。对，可以试一下。我是要穿进去的。对对对，就是这个样子就可以了。没有手是不是？对对对对。手没有出去，就好，然后这样就是拉链把它拉起来，给你固定住就可以了。当然了，现在我们的空间站的话呢，会比这个会更高级一些了。有个问题问你，这个地方会有耳机，耳机里面呢会播放音乐。那为什么宇航员睡觉的时候要听音乐呢？就是帮助睡眠吗？还是帮助睡眠？噪音。对对对，其实就是噪音，因为我们的空间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机器在运转着，那么这些运转着的机器的话，肯定会有很多的声音会打扰到我们的宇航员，所以说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个耳机，方便他们入睡。所以完全可以感受到，其实宇航员非常的幸福。对对对。连厕所也充满科技。我现在后面这个东西是月球弹跳，它是要来体验在月球上面的感觉。对对对。然后我现在刚才做完，其实非常的惊奇，因为一跳我就可以跳很高。因为我们都知道，到了月球上，你的体重就只有1/6了。那么这样子，你会马上感觉自己就很轻盈了。对。所以说，你只要稍微的用力的这样一跳，就会感觉飘到了高处去了。刚才我心里脑袋想，只要往左边跳，身体一直往右边去，就是还要时间去适应这个行走的方式。对。然后通过这个展项的话呢，你可以带入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以后你如果再去看电视上这些宇航员他们在行走的方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我知道这个奥秘了，我知道他在纠结什么。对对对。很多特别的体验都能够在这座科技馆中实践。我现在就是面向风口，
然后来感受一下不同级数的风有什么感觉。离风有一点冷，我现在觉得有点冷了，但是我还是可以站着，还可以接受。阵风的时候就是寸步难行，身体没有办法站直。那我们现在已经慢慢回归正常的状况了，就一般的风速